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今天老管给大家细致演示一下两个非常有趣的赚钱策略。这两个策略平时大家几乎都不会接触到，但是实际上普通人也都能够学会。它是非常有效的这个赚钱的方法。那听我讲完你应该会发现这两个策略，那真是在混沌复杂的股票市场里明明白白的做投资的有效方法。那当然这两个策略也有一定的风险我都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详细的阐述。在讲之前呢，我需要先强调本影片所讲的内容仅是对投资策略的分析和讲解，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影片所提及的股票代码仅仅是为了教学演示的目的，绝不是向观众朋友们推荐股票。那老管所讲的内容呢，也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和主观的判断，那不见得正确老管可能是错的而且还经常犯错。那观众朋友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对自己的投资享有全部收益，承担全部风险。那这两个策略呢，一个叫 Cash Secured Put 简称 CSP， 另一个呢叫 Covered Call 简称 CC。 你别一听这些名词就吓退了那你今天可就亏大了。其实他们学起来理解起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那看完我的视频你就全明白了。那我们还是直接进入这个实际的例子。在讲例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两个东西都给大家讲明白。今天我会讲两个实际战例你看这个公司它叫穆迪都听说过吧？它是世界上做信用评级的两大巨头之一。那另外一个叫标普。穆迪是个非常厉害的公司。那美国市场上你想发债，你要么找标普来做信用评级，你要么你找穆迪。那企业发债为什么要做信用评级就是因为你这个公司发行的债券，你到底能不能偿还上本金和利息你如果非常可靠，非常可以信赖，那你的信用等级就高那么你发债的时候支付的利率、利息那就少那如果你风险比较大，那为了让人们买你的债券，你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可是人们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债券判断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标普、穆迪他们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两家公司是大家公认的最可信赖的两家评级机构。他们给公司和债券评这个信用等级，实际上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可靠的参照。那么大家在交易这个债券的时候，你就有了价格参照所以呢，标普和穆迪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短期看看不到谁能取代他们的地位。那我刚才说了这一大堆我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主观判断穆迪公司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顶级公司这一点很重要这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标的公司上做 CSP 和 CC。 那当然了，我必须强调，那我的主观判断很可能是错的那也许穆迪它不是个顶级公司如果你认为它不是，那你就不能在它上面做 CSP 或者 CC。 因为如果你在不是顶级的公司上做，你甚至在烂公司身上做，你亏钱的概率就会变得很大。这一点一定牢记那你看最近穆迪股价大跌从540多那暴跌到400出头，不到一个月跌了25%左右。那这个跌法是不是让人很恐慌我一开始没有关注到这个暴跌等我关注到它的时候呢，它已经有所反弹了。那我主观理解这个价格区间对我来讲，我非常乐意去买一些穆迪股票。那注意这里我又强调这是我主观判断我可能是错的，你千万别抄我的作业。我可不是推荐你买穆迪。那每个人判断不一样，风险偏好不一样那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那我这里讲它呢，纯粹是为了向大家展示 CSP 和 CC 这两个策略如何在这个实战当中应用。那以下我都是站在我的视角来解释我的主观评估和决策。如果你在某个你非常喜欢的公司上顶级公司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借鉴我今天讲这个思路评估运用这两个策略。那我看到它的时候呢，它已经反弹到440多接近450左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立即做了2件事。第一，我买了一些仓位，就是直接买它的股票但是这个价格呢，又不是我觉得最理想的价格，所以在这个价格下，我只买了比较低的仓位的目的股票。仓位再高了呢，我就感觉就不值了。那这个仓位问题我以后再给大家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想。那今天呢，先不展开。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那我就等着吧。那也许它将来继续往上涨，那我就麻烦了，我就白白错失了吗？那它要是将来往下掉头往下跌呢？比如它又跌到430以下呢，那我肯定就要增加购买啊。那如果跌到410以下，那我更加买更多呀。但这个情况呢，很不确定，所以现在呢，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么一种状态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又有闲置资金在手上，那我马上就开始考虑用这个 CSP 和 CC 这两个策略。那我先解释一下 CSP。CSP 它叫 Cash Secured Put 就是卖看跌期权，同时手里准备好足够的现金。Put 就是看跌期权，买这个看跌期权的人，他付出一定的期权费，他可以获得一种权利就是按照一定的价格卖出这个股票的权利。那具体穆迪这个例子上，你看这是它的这个看跌期权的页面。你看到期日是2026年8月21日的这些看跌期权有这么老多。你看一排。那执行价格是430的话，那它这个报价有买入价有卖出价那现在呢，我采集了2月24日的信息做了一个 Excel 表格。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表格。你要是买这个看跌期权的话，就相当于你花6.8元得到了一个权利，就是在2026年3月20日之前，你都可以按照430元的价格把目的股票卖给这个看跌期权的卖家你也可以不卖给他。那么你想要是目的股票跌到了430以下，比如跌到400，你就可以执行看跌期权，也就是说你就按照430把这个股票卖给那个看跌期权的卖家，那你是不是就在这个股票上赚了30元呀？那考虑到你一开始支付的6.8元的期权费，那你是不是净赚了23.2元呀？但是到期股价如果在430以上呢，那你就不会执行这个看跌期权，也就是说你不会按照430的价格把这个市场价高于430的股票卖给那个期权的卖家，对不对？那你看你这个时候呢，你就白白丢了6.8元的期权费。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在穆迪上不是说买看跌期权，而是要卖看跌期权，对吧？那这个卖看跌期权是什么情况呢？那我们现在去卖这个看跌期权，就可以收到6.8元的期权费。那同时呢，我们必须要准备好现金等着在到期前，你万一对手把这个股票按照430的价格卖给我们呀，我们到时候得接盘呀。那我们要再准备多少钱呢？那430元减去6.8，那不就等于423.2吗？也就是说，我一手拿着这一张卖出去的看跌期权，另一手呢，我准备了423.2元的现金我就是这么个状态。那到期后呢，我就有2个结果，要么对方执行看跌期权，他把这个股票按照430卖给我，那我手里我就拿着目的股票了。那这时候实际上我算下来，我的净买入价是423.2元。那再要么另一种情况，对方没有执行看跌期权，那看跌期权到期作废了，
那我就白收了6.8元的期权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持有期间24天啊，能够获得多少收益率啊？那不就是6.8除以423.2吗？也就是1.61%。那年化的收益率呢，就是24.44%。那别忘了啊，在 Fidelity 或者类似的这些大的券商的账户上，那我的这个闲置资金，它可以获得年化3.32%的收益率啊。所以呢，再加上这3.32%，我就得到了27.76%的年化收益率。你这个收益率是不是令人啧舌啊？当然了，如果股票价格下跌，跌到430以下，那股票就砸我手里了。砸我手里的价格是423.2啊。那么如果股票进一步下跌，跌破423.2，我是不是就开始亏了？那跌的越多，我就亏的越多呀。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我完全不担心。为什么呢？我原本就想在这个价格水平上买穆迪股票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主观上认为穆迪是个顶级公司啊，跌到420多，我要大买的呀。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按照423.2这个价格把它给了我，我当然很开心了呀。因为我主观上认为它未来的业绩足以支撑这个股价涨得更高啊。所以长期看有可能我的收益还更高呢。当然这是我的主观判断呀。所以啊，实际上我是很开心的，如果这股票砸到我手里。但是这里你注意啊，那之所以我很开心，就是因为我认为穆迪公司很优秀，是顶级公司啊，对不对？423那个价格那很棒呀。但是我有可能是错的呀，你未必同意，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这个公司没那么好，或者你觉得，哎呀，我还理解不了这个公司，我没有办法判断它到底是好还是坏，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做。你要做的话，如果股票砸你手里了，你不吓死了吗？你会觉得哇亏了耶，你就会恐慌，你甚至割肉啊，那你就亏得很惨。那至于我为什么不害怕，我为什么觉得它非常好，是顶级公司以及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价格不错，那我以后找时间再跟大家分享。那上面说的呢是 CSP 策略，我们再来看 CC 策略，就是背对看涨期权。这个策略啊，我在上一个视频详细讲过了。那这里呢，我再结合这个案例再简单说一下。你看这个表格啊 ，CC 策略呢就是现在买入穆迪股票，同时呢卖出看涨期权。你看啊，我买入穆迪股票，价格是450块3毛3呀。那同时卖出一个看涨期权，执行价格也是430，期权费呢是26.8，到期日也是3月20日。你看啊，到期后它也是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当这个股价在430以上的时候，看涨期权的买家他会执行这个看涨期权，就把我手里的股票按照430的执行价格给它买走。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在股票上我不就亏了450.33减去430等于20.33吗？那同时我又因为一开始卖出看涨期权收到了26.8块的期权费啊，所以我净赚6.47元。你看，那我的年化收益率就是 24.03%。那么在另一种情况就是股价在430以下，那买家他不来执行这个看涨期权了，那股票它不就砸我手里了？那买入价格是450.33减去26.8，也就是423.53。那刚才我说了，这个价格我很喜欢，我非常乐意以这个价格买入更多的穆迪股票，所以发生这个结果呢，我也很开心。那现在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这个 CSP 和这个 CC 策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最后的两个可能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你要么你给我一个收益率，要么呢你给我这个股票，两个结果完全相同。但是不同的是，在这两个策略之下，如果股票没有砸到手里，他们的到期的收益率，卖 put 比卖 covered call 收益率更高一些。前者是 27.76%，
后者只有 24.03% 呀，差了3个多点呢。你可能会问，这为什么有这么个差异啊？那我解释一下啊。第一呢， CSP 和 CC 的收益率啊，它经常是一个比另一个高，说不准谁比谁高。那我做过的这些案例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 CC 的收益率比 CSP 的收益率更高，有时候还高不少。那今天这个穆迪这个例子上比较特殊啊 ，CSP 更高。那第二呢，就是期权合约的定价，你千万别以为是多么精准啊、复杂精确的这个模型计算的结果，不是的，它本质上还是市场参与者竞相出价得出来的这么一个价格。那很多人一说这个 option 啊，就喜欢说啊 Black-Scholes 这个期权定价模型，那个模型很复杂呀，啊很高深，你数学根基不行，你根本搞不懂。那很多人呢就误以为这个期权交易啊，那都是那些高精尖的那些高材生他们才能做的交易，那他们都得经过复杂的数学运算，啊我们完全玩不了。实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这里头啊，我必须要指出来 ，Black-Scholes 这个模型有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假定股票价格的波动是随机游走的。什么叫随机游走啊？它就是是个随机的现象，就是股价的波动是个随机的现象。那就是说，这个股价的这个收益率啊，它是正态分布的。这个我不展开了啊，反正就是说这个股价波动它是随机的嘛。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前提假设，这是其一。然后呢，他在推导模型、建立模型的时候，对这个股价风险的定义成波动率，就是说股价这个波动的越厉害，它这个风险就越大；波动的越小，风险就越小。用数学语言就是说，如果这个股价偏离这个均值幅度越大，那它的风险就越大。你要是围绕均值在一个窄区间里波动，那你这个就风险小。你乍一听是不是觉得这说法有道理啊？其实这个对风险的定义是极其荒谬，极其甚至于荒诞。这可以说是金融学科里面最荒诞不经的胡乱定义。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能看清楚它的荒谬绝伦了。比如说，甲股票过去10年股价从1元涨到1000元，乙股票过去10年从1000元开始一直小幅波动，然后跌到900元。那么你按照刚才的这个金融教科书对风险的定义，谁波动更厉害啊？那当然是从1元涨到1000元，这个波动要太大了吗？那个从1000跌到900元的那个，它波动率小啊。那甲股票的风险那就远远大于乙股票的风险啊。你说啊，一个股票从1块钱涨到1000元，他说风险比那个从1000元跌到900元的还要大好多。哎呦我的妈！你说这得多么精神病才能想出这么荒诞的认知啊？你说这不白痴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谈怪论？哎呀，你别不信，发明这个荒诞不经的风险定义的人叫马克维茨啊，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你知道吗？他根据这个建立起来一套看起来非常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实际上鬼用都没有，但名字就叫资产组合理论此后追随着他的脚步，沿着这个荒诞的方向一顿猛攻有7、8位这个学者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资产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效市场理论等等，这些破玩意儿自1970年代就霸占了大学里金融专业的教科书你这个大学的这个金融学的硕士、博士，他们都在学这个东西这是主流的这个投资理论。那这套理论其实它没有什么实际用途那这是垃圾理论但是呢，它已经在校园里误人子弟了50多年了，到今年还在这里继续误人子弟。你知道吗？在美国，你要考个 financial advisor，
你考这么一个执照，考的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垃圾内容。你说你考完这个玩意儿，你给人做 financial advisor， 能行吗？鬼用都没有。这个人类啊，这历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荒诞事件，一个明明是严重错误的东西，会被所谓社会主流啊，被大众奉为圭臬，然后坚持错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你不要觉得这类事情很罕见啊，恰恰相反，人类在这样的犯这种荒诞愚蠢的错误这种事情上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扯远了，我们有空再聊这个人类的荒诞故事。那这里就是说呢，这个模型啊本身就不靠谱，那么它推算出来的那些所谓的期权的定价的那个价格，那根本也不靠谱。但是啊，这恰恰说明了，由于很多人都在用这个非常荒诞的模型来推算，这反而使得那些真正靠理性来做投资的人们啊，有了很好的就是利用市场来获利的这样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两个投资策略上啊，你可能疑惑，这事儿看起来对我们很有利啊，可是那些买走我们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的那些人，他们都傻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要跟你说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赌徒，就是他们始终是希望通过加杠杆来赌股票价格的涨跌。他要是赌股价会涨，他就买看涨期权；他要是赌股价要跌，他就买看跌期权。那赌赢了他就大赚，那赌输了呢，他就白丢那个期权费嘛。这个期权费实际上对他来说就像赌场的抽水一样，他扔了他就扔了。当然还有一大部分他买这个看跌看涨期权，他是为了套期保值。比方说他买了股票，但他害怕股票会跌呀，他就给自己买个看跌期权，防止这个股价大跌亏太厉害呀。那再比如有人他卖空某个股票，也就是说他借来股票然后把它卖出去，因为他认为这股票将来会跌嘛，他就赌这个下跌啊。那他又害怕这个股票会大涨，反过来那不把他赔死了吗？他就会买个看涨期权来保护自己。总之呢，这些人在我眼里基本都是股市里的赌徒，无非胆子大点胆子小点而已。那你可能说不对呀，老管我们也是在赌啊，那要是股票砸手里他们赚了，我们不就亏了吗？你问到这个问题的要害了。但是你要知道，我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只在这个顶级优秀的公司上来做 CSP 和 CC。 那顶级公司长期看它的业绩持续向好啊，它会有波动向下，但是它长期看是往上好的呀。而当他们把这个股票砸在我们手里的时候，那又是我们经过测算非常低非常理想的价格。那么长期看，只要这个公司客观上真的是一个顶级优秀的公司，那我们以这种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这些顶级公司的筹码，我们很乐意啊。那么这里我需要强调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呢，就是你要做 CSP 或 CC， 必须要锁定在你能理解的这个顶级公司上来做，而且这些顶级公司它客观上必须得是顶级公司。那如果你看错了，把这个烂公司看成顶级公司在上面做，那你亏钱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因为烂公司它很可能股价大跌，甚至长期阴跌，甚至破产退市。那么你要是做了 CSP、CC 最终股票砸你手里了，那你不亏死了吗？但是你要是在顶级公司上做，你以很低的价格拿在手里了，短期内也会出现浮亏甚至有时候还亏得很严重呢。但是客观上，只要它是一家顶级公司，即便短期遭遇浮亏，我们以这个极低价格拿到的这个筹码在长期看也有很高的安全边际和正的收益期望。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有火眼金睛来识别哪些公司是顶级公司这个就得提升自己的认知，而且这个呢是个系统工程我回头会专门做一个影片来详细解释
怎么提高自己的认知。那第二呢，就是你在选择合适的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执行价格。怎么选啊？就是你得通过测算这个执行价格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当股票砸手里的时候它的价格让你非常满意，或者说这个价格你很乐意买入大量的这个公司股票。那么什么时候你能等到这样的时机啊？基本上就得是这个顶级公司的股票它跌到一定程度才可以。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特别喜欢的顶级公司股票大跌的时候，这时候是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那赶紧拿出来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 Excel 表格开始算账如果现在买合适，你赶紧现在买股票。如果现在有点尴尬没有到特别低但是呢也还不错赶紧算一算这个 CSP 和 CC 的这个收益率。那这个过程呢就非常的令人兴奋你寻找这个赚钱机会那当这个顶级公司的股价很贵的时候这俩策略呢就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要把这个砸手里的价格你把它打到很低打到你满意的那个程度，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收益率非常低。所以呢这里你看出来股价大跌的时候，实际上是让这些高水平的价值投资者最开心的2个时刻之一。那你要是选的执行价格太高了，它会造成2个可能的结果。一是如果股票没砸手里，你获得的收益率会显著更高，但是这同时会让股票砸手里的概率显著增加，而且股票砸在你手里的时候，这个净买入价会变得太高太贵，那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概率出现显著的亏损。所以你必须谨慎选择这个执行价格。那最后呢，我还要强调 CSP 和 CC 这2个策略对于广大的普通选手来说是2个很不错的可以获取不错收益率的工具，但对于价值投资的高手来说，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因为当股价跌到理想状态了，你就直接大笔的买入你才不会去做 CSP 或者 CC 对不对？只有在这个股价下跌了但又没有跌到位出现这么个尴尬状态，那你还会用这个闲置资金来做 CSP 或 CC。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看涨或看跌期权它不论是被执行还是不执行结果都是挺不错的。那最后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在伯克希尔公司上做的 CC并与这个 CSP 做个对比。我不详细说了，道理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BRK 这个价格水平下我已经买了不少仓位了，我不想再加。但是如果股价更低一些，比如跌到450左右，那我很乐意再继续买。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股价总体来说不高偏低，但是有没有低到我理想的水平，那我就开始做 CC 或者 CSP 了呀。你看我做的这个 CC 期限 1.31 年，执行价格是530，期权费 37.77%。如果到期股票没有砸手里，那我的收益率是 12.51% 那如果砸手里呢，那我就是以 455.53 的价格拿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那这我非常开心你看对比一下这个 CSP这一次你发现没， CSP 它只有 8.69% 的收益率比 CC 低了接近4个点这其实是最常见的情形。当然我再声明一句BRK 这个公司是不是顶级公司需要你自己判断，我的判断未必是对的，我也经常犯错。你要在什么公司上做，你必须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对自己的投资结果负全部责任。那这个 CC 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的人是谁呢？就是巴菲特巴菲特在80年代的时候他想买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当时股票跌得不错了呀，那他就开始大量的卖 put。 那如果到期了这个股价比这个执行价格还低，那他不就把这个股票都拿到手里了吗？以更低的价格拿到手里了。
那如果到期这个股价比这个执行价格还高，那他就白赚期权费。他当时就做了大量的这样的 put。那后来呢，他还经常用这个策略。后来这个策略呢，就在这个价值投资的这些人群里面啊，开始慢慢的扩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好方法。那最近2期我讲的投资的内容啊，侧重于具体操作和实战。那大家一定感觉到了，你要想实战操作的比较好，其实我们必须得对投资有一个系统性的全新认知，否则呀，这些方法告诉你，你也不见得用得很好。那么下一期呢，我会系统的讲讲如何来重建我们的投资认知体系让我们能够更轻松、更自信长期获得可观的这种投资收益。好，朋友们，请把我的视频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学习到真正管用的投资技巧，避免被那些聪明的割韭菜大师们来割韭菜。让我们一起提高认知，实现自由。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下期再见。